去做了一些调研以及现状，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很多公链其实都在转向 TypeScript 去描述它的那个，或者说新公链吧，TypeScript 去描述它的整个合约的开发逻辑。从目前我的一个想法就是，其实像以太坊的开发者，你必须是一个全站的。全站意思就是说，你去开发前端的代码的人和开发合约的人，必须是你这两门语言必须都会。嗯对，那必然就会对这种前端开发者会有一定门槛。比如军哥现在不太懂合约，他想去开发一个应用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遇到合约开发的问题。那假设合约开发本身是 TypeScript 以及前端逻辑的 TypeScript，那其实对他来说就会，他很容易就成为一个Web3的一个全站开发了。对，嗯从这个角度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选择，适合，就是开发者或者说开发者群体最大的那一群人是谁？那其实就是前端开发者。所以说我这里把我们的描述语言以前其实是想的是 Python，Python 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想法，主观就会认为大家用 Python 处理数据是很简单，但是那些大数据的 Python 处理逻辑它并不会和 Web3没什么关系，但是现在和 Web3有关系的就是前端的开发者。那我们的整个 DRAM 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构成就是，它的描述它的开发语言是 TypeScript。那在 DRAM 里面我们会有3层，第一层就是a simple script，就这个是呃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把 TypeScript 翻译成 WSM 的指令的一个编译器。然后像 Lear 这种公链也在使用它，嗯对，然后我们应该也是使用它去作为我们的编译器。那我们在这里面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对 DVM 的定位就是，呃假设没有 DVM，我们去使用 DB3的时候，它只能去做非常简单的去做查询，像刚刚讲的只有 get 啊、range 这些简单指令。但是它如果要混合多个地址，或者说有更复杂的数据的聚合处理逻辑的时候，就很难去做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提出 DVM 这件事情，类似是帮他把代码做一个代理执行，它有更复杂的编程逻辑去对数据的处理。那它和那个整个存储节点怎么去交互呢？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会通过 WSM 的一些扩展，就是我可以去扩展这个执行引擎的系统指令集，就像 Linux 一样，我可以去扩展它一些系统调用。对，那其实我们就会去扩展这个指令集，去添加它如何去提交mutation，它如何去 query。就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 TypeScript 会分为很多查询、很多写入，它会把嗯这些指令分发到mutation 和 querying 上面，嗯但是嗯。写入都是异步的，就是你只能写，但你拿不到写的结果，但你查询是可以直接去查询的。然哎，那后这这个地方里其实，会不会有嗯问题是，嗯就是你这个 TypeScript 这一段代码，你代码里边有一段写，还有一段查，然后呢，查的那嗯。地方呢会等写的那个结果，就跟我们平时写代码一样。那这样的话，它其实是不是会出现它这个地方它需要一个长的 await，这样去等它的写的结果返回是，吗？是吧？嗯，对，就是我们可以去有异步的 wait，也可对，以是主设的 wait，嗯但他如果非要拿那个结果的话，嗯。那他就只能一直等，但他可那个以不依那这个 赖结果。VM 其实也在等，就嗯，就就这个 VM 执行逻辑还是一个现成的卡在这等你，是吧？对。但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，我理解是，
不应该支持这种等，它就会对这个 DVM 的存储节点会有影响的。是的，或者 DVM 的服务节点，如果它去攻击的话，我大量里面有非常多这种等的操作，或者说我把线程给夯住了。是的。当然那是技术问题，